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2月10号，星期三啊。开头呢，面具人想要问一下大家，你们知道中国最神秘的职业是什么不？就是正式工。但凡是能被老百姓找到点毛病的，比如城管、交警、公务员、警察，他们犯了错了以后呢，都变成了临时工了。就像最近有2个警察闯了红灯，被民众看到了以后，反而呢强词夺理，把人家民众给打了。然后这2个警察就被扣除了年终奖。但是呢，这2个警察也被告知了是辅警，不是正经啊。那面具人我就在想啊，这满大街的都是辅警，那正经在哪儿呢？是不是正经都在 KTV 里面干不正经的事儿呢？好了，不开玩笑了，来看今天的标题：红会宣布中国人捐100万人器官，北京5万人喜迎数字人民币，习近平严控商业贷款买房，全民资产重组，钱与身体全部都是党的，地狱也不过如此。那想到今天面具人要讲的这些内容啊，我晚上就睡不着觉啊，就算是睡着了，我也会做噩梦啊。为啥？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太恐怖了。有时候呀，面具人我就在想，这个地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死了以后会不会下地狱？还是说我已经在地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地狱的轮回之中，是不是呢？为什么面具人我会有这样的迷思呢？这和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有关。面具人我仔细研究发现了中国的经济市场啊，除了房子之外，还有新的蓄水池。节目中间呢，我会给大家揭秘的，你别急，咱们一步一步的来讲。先给大家讲个新闻啊，咱们从这个新闻由浅入深的来说，看完这些新闻以后，会让你们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恐怖，地狱也不过如此。这个新闻说的是，近日呀，中国红十字会第11届理事会第2次会议通过视频方式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慧玲作为红十字会在2020年这个工作报告的主讲人来讲了这些话。报告显示，2020年度红十字会3线工作实现新的突破，其中呢，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首次突破了100万人，是开展器官捐献工作以来前8年的总和。看见没？2020年仅仅是1年之内就已经超了前8年的总和呀。那这些器官从哪儿来呀？不敢想象呀。包括中华骨髓库累计库容量达到了295万人余份。尤其是这个2020年1年之内超过了前8年的总和，这个是不符合自然增长规律的。你不可能说你1年涨8年嘛，你比如说涨个 20%、50%， 甚至翻1倍、翻2倍、翻3倍都是正常的，对吧？那你翻个8倍，翻个8年，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嘛，对不对？面具人就在想中国现在想要捐献器官的人很多吗？并且呢，面具人曾经多次在节目中报道过有非常恐怖的迫害事件，就是器官，你懂的。这类迫害事件呢，已经不止1起了，其中呢有男有女，这些受害人呢都是20到30岁左右。那这个年龄正值人的体能的巅峰，精壮时期，对吧？可是呢，都是因为莫名其妙的一些什么脑部问题，然后呢就挂掉了。这不算啥，生老病死，天道轮回嘛，正常。谁还不能生个病了，对吧？但是奇怪的就是，这些人都是在同一天被安排了6台器官移植手术，当天就被全部最新鲜的匹配移植掉了。这几个人的下场
都是这样。大家可以翻翻去年10月7号面具人做的节目，面具人已经调查了好几例类似的极端事件了，非常的巧合和诡异。这些人都是除了大脑以外大脑不能移植嘛，这个除了大脑不能移植的这个地方是坏的，可是呢其他能移植的地方都是好的，并且呢当天就被移植了，刚挂然后呢就被移植，每个人都是这样。你说邪乎不？蹊跷不？现在你们记住了，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中央基因库，小朋友也是要录入大数据库的。中国人以后呢，不但要用数字货币，并且呢，自己的身体都不属于自己。如果哪天你自己身上的某个部位被某个老领导有需求了，那你的下场可能就和面具人之前报道的那几位受害者是一样的啦。最后呢，只剩下大脑和空空的躯壳了。这是中国人以后要面临的身体上的一些威胁，不仅仅是什么毒空气呀、地沟油之类的，而是你一旦被盯上了的话，那你就直接 game over 了，你就完蛋了。这种威胁很恐怖的。在中国你想要躲避这种威胁，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你要有钱。在中国呢，钱是直接和命挂钩的，钱能买命，这句话也不是说着玩的，对吧？或者呢，你就是跑路出国，但是呢，出国的前提还是要有钱呀，对吧？那说到钱了，咱们就继续讲讲经济话题中共中央现在推出了一项政策，严控商业贷款用于买房的用途，一线大城市首先被开刀。那这个消息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好消息，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坏消息。为什么呢？大家先来看一看这个美女是怎么讲的。大家好，我是燕姐。明天就是大年30，在这里呢提前给大家拜个年。不过我估计深圳人可能没有心思过年，因为昨天呢，深圳楼市发生了2件大事，一个就是官方二手房参考价的发布，让不少人惊掉下巴，因为西部热盘的价格呢，差不多被打了5折。像深圳湾的恒裕滨城2期呢，最新的成交均价大概是28万，但是呢，参考价只有13万。原来挂牌卖1000万的房子，现在参考价呢，只能卖500万。很多人吐槽这个跟1499元买茅台一样荒谬，可能你想按这个价格去买房，业主呢就会让你立刻滚。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买房跟买茅台不一样，它是需要用贷款、用杠杆的，所以它真正的杀招是在背后，就是银行的放款呢将会以这个参考价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那价格离谱的呢将会被约谈。原来1000万的房子能贷720万，但现在按500万呢，只能贷350万。这样一来呢，首付就要增加1倍，可谓压力山大。另外一件大事呢，就是昨天起，广东省银保监局呢开始派出检查组入驻银行，检查消费贷、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的问题。要知道，深圳人呢是擅长利用金融杠杆的，不少人呢先用过桥资金把房子全款买下来，之后再去做抵押经营贷，照样能把钱套出来。所以说房价调控的根源其实在银行，而严查经营贷呢，说明深圳的调控逐渐开始对症。所以呢，接下来要看执行的力度有多大。如果很严格呢，可能会导致短期内二手房无房可卖，同时呢，一二手倒挂导致的打新热潮呢也会降温。我觉得大家不要低估有关部门管住深圳房价的决心，让码农有房住，能安心写代码，才能让深圳走得更远。现在起，深圳房价下跌的拐点已经来临。想了解更多资讯，想进群与购房人交流，私信或评论区留言给我吧。看完了吧？这仅仅只是深圳的消息，其实不只是深圳。刚才面具人说了，一线大城市都要被开刀了。2月10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的官方公众号“安居北京”发布了消息。2月9日下午，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局联合专项核查工作组对部分银行机构以及链家、我爱我家、中原地产等经纪机构的总部或者门店开展了经营贷款的发放和中介活动的专项检查行动。北京市住建委指出，本次检查是在1月25日以来，相关部门对学区二手房交易全面排查的基础上，
重点核查西城金融街、德外、海淀万柳、中关村等热点片区，发现有关线索，有针对性的开展的。检查过程中，各部门实地听取了各银行贷款管理制度、批贷流程、放款流向等情况汇报，定向抽取了部分存量房屋的买卖合同、中介服务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经营贷款协议、双方交易信息、借款人资料等。北京住建委称，通过交叉比对，发现了中介参与助贷活动、虚构经营合同、经营贷款公司成立时间与抵押房屋购买的时间相接近等问题线索。各部门将根据掌握的线索、收集的材料，对资金流向实施穿透审查。随着检查工作的深入开展，梳理经营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路径和流程势在必行。大家想一下啊，商业贷、经营贷、消费贷如果都不让流入房地产市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专贷专用、专款专用，并且呢，共产党为什么不早查呢？非要这个时候查呢？对不对？为什么不早在房地产市场急速膨胀之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一定要等到这个房地产的泡沫吹到了如此的已经非常膨胀的党都有点吃不消的地步，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呢？不要说你共产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共产党想要解决，不就是一纸命令的事儿吗？这对于共产党这种政体来说，解决这类问题太小意思了。面具人最近一直在做财经节目，从房产税到积分制，中间还有土地兼并、城中村改成公租房，再到今天的对于贷款用途的严格限制，对吧？从这些大型的高效率的举动活动就能看出来很多端倪啊！你看啊，咱们仔细观察，共产党一方面现在放出消息说，要严控买房的贷款流向，对吧？商业贷款呀、消费贷款呀、房贷呀，都要严格审核，这就是很典型的不同的贷款不能跨领域使用，对吧？专款专用，是不是能理解？只不过呢，现在数字货币还没有达到能够完完全全的控制所有的资金流向，并且呢，数字货币也没有完全渗透到每一个老百姓的钱包里面，所以呢，共产党他现在只能推出类似于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控制贷款的流向。那么这个贷款如果被严格控制了以后，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自然就是房屋的流动速度会变缓，对不对？很多钱不能用来买房了，所以呢，这个房子买卖的速度就慢了。就跟你上海、深圳、北京现在买房需要积分制呀，等你拿到这个积分了，等你把分攒够了，你差不多也需要5年时间。那5年以后，你就更买不起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子了，对吧？他现在要搞积分制，就是为了减缓房屋的交易频率，减缓这些垃圾资金的入场率。因为你贷款买房，国家是有风险的嘛，对不对？这是上期节目咱们说到过的，新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回顾一下昨天的节目。不仅如此呢，咱们再来理解一下共产党的政治逻辑你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了，共产党它这个政体，它是想怎样就怎样，并且呢，效率非常的高，非常的有针对性，非常的有连贯性。这个特点呢，是民主政权无法比拟的。民主国家想要干个什么事儿，他还要投票，还要审核。可是呢，中共不用呀，习近平脑袋一拍，撸起袖子加油干，说干就干了，对吧？所以呢，中共它可以一天一个政策，甚至可以朝令夕改，这都不是什么问题，这也是你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对吧？面具人没胡说，是不是？共产党的这些地方官员的贪婪的胃口是非常大的，底下贪，上面贪。又因为共产主义它会共产一切赚钱的行业，所以呢，实体经济传统公司不好做，做了以后你赚钱了也是被共产的下场。那目前来看呢，房子还没被共产，那就只能把钱流入到房地产市场了，投资房地产了，对吧？
所以说呢，房地产的市场膨胀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呢，房地产市场它又不像传统的工业生意能带来就业，房地产市场完全是一个泡沫经济，你投到房地产了，那就是房地产了，没有什么就业呀啥的，对吧？但是呢，房地产的这个价格还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在膨胀的，对不对？你怎么办？你让穷人买吗？所有人都能买房，不可能的事儿。你让穷人买了，这个风险是党来背。那你要限制穷人买房，对吧？但是你仅仅限制住了穷人买房，人家富人该买还是买嘛，对吧？并且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来了共产党还是需要房地产这个蓄水池帮他蓄水的。但是呢，共产党他虽然说要蓄水池帮他蓄这个资金的水，但是呢，垃圾资金他又不需要。共产党不想让房贷进来，不想让贷款进来，懂了没？他也不需要这些商业贷款、消费贷款，因为你用这些贷款，不管是房贷、商业贷、消费贷，这些钱它不是真金白银。你把这些虚拟数字贷款流入到了房地产市场了以后，等于说你把风险转嫁给了共产党。那共产党他自己盖的房子，他把这些砖头并没有换成真金白银，那共产党肯定亏了呀，对不对？万一贷款一爆雷，这个风险可是共产党来担呀。你老百姓把房子买了，把房子也住了，你把便宜占了，你首付就付那么一点点钱，20%、30%，尤其是现在这个房价已经高到了逆天变态的地步了，对吧？你说一套房子现在卖500万、800万，你哪怕首付付50%，对吧？你付400万的首付，那共产党还要帮你背400万的账。所以说，面具人我就发现共产党他现在把这个中国的房地产搞得那么高，真的是有点作茧自缚了，自己把自己现在搞得束手束脚的。那共产党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除了延缓交易速度，当然了，那共产党的胃口他还是填不饱的呀，每天要玛莎拉蒂呀，每天要玛莎鸡呀，要大保健呀，对吧？那这些官员他需要钱呀，地方财政需要支出呀，共产党他需要赚钱呀，对不对？你不让人家交易了，没交易，那你也没钱赚了，对吧？那你这么一个腐败的体系，往外大撒币的体系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对不对？那接下来面具人就要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了，这个概念就叫做洗盘当然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洗盘子的洗盘就是要把它洗干净。房子呢还是要卖的，蓄水池呢肯定还是要蓄水的，它不蓄水的话，民间的物价就会控制不住。因为共产党不停的在印钱，太多的钱流入到了市场以后，可是呢，物资商品并没有变得更丰富，那钱多了必然会导致同等的商品能换的钱更多，因为你钱多，对吧？你物品少，物以稀为贵，对不对？那物价绝对是疯涨，老百姓到时候就扛不住了，扛不住了就造反了，对吧？但是呢，你说这个钱不流入市场，流入到房地产，垃圾资金他又不能要，对吧？于是呢，共产党他现在就开始洗盘精炼入场的资金，同时呢，他开始操纵舆论，就像刚才的那个大姐说的一样，这现在就是你们买房入场的最好机会了。然后呢，共产党他就开始了他的洗盘了，就是说他不需要垃圾资金，不需要这种假的资金，什么贷款呀，不管你是房贷还是经营贷、消费贷你从哪里借的钱无所谓，但是这个钱不能从共产党借，你从你爸借、你妈借、你哥借都行，你只需要真金白银的入场，我共产党可以给你优惠，知道吗？你给我真金白银，我共产党可以在这个基础原则上给你一定的优惠。咱们来算一笔最简单的账就知道了。比如说你现在在深圳想买一套房子，1000万不算什么夸张的事儿，对吧？1000万的房子在深圳不算贵，那你要是贷款，你付30%的首付，就意味着
国家银行要帮你承担700万的贷款，对不对？等于说是你花了300万住了一套价值1000万的房子。现在呢，共产党他自己把国家的通货膨胀泡沫吹得这么大了，你还贷款，你还个几十年，等你还到那个时候还完了，那共产党也亏死了，对吧？那怎么办？不让你贷款，但是呢，不让你贷款又要凸显房子对你的重要性啊，你必须得买，你不买不行。比如你没房子，你的孩子不能上学，又或者昨天呢，咱们其实多少提到了一些，你没房子，你以后你的租房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再加上舆论一炒作呀，如果你真的是被逼的无奈，或者是你真心诚意的想买房，那你就拿真金白银来买房子 OK 呀，我1000万的房子，我现在可以给你打个9折900万，你立刻省了100万，对吧？然后呢，在各种压力、各种舆论炒作和推动之下，你肯定想了一下未来还是要有房子，没房子不行，对吧？你肯定会凑出来各种各样的这个真金白银只要不是贷款只要不是以你或者你老婆你谁的名义去问国家贷款，你哪怕是问你老婆借，问你妈借，问你哥借，你7大姑8大姨借，你把钱给我弄过来1000万的房子我就给你900万，900万便宜卖给你，对不对？大家算一笔账嘛，他1000万的房子，共产党说给你优惠100万，但是呢，他真金白银的钱吸到手了900万的资金了，对吧？那如果说按照让人家去贷款，不管他是从消费贷还是经营贷还是房贷贷到的钱来买房，那这个钱的风险等于说国家要背700万的风险嘛，总比100万的风险要大许多吧，对吧？然后呢，你买了，对吧？你意识到买房的重要性了，不买不行，那就买。国家还可以带节奏带风向呀，让大家觉得最近房贷降了，遇到了一个强烈的震荡期，错过这次机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然后呢，什么结婚呀，谁家在深圳买房子了，谁买房谁牛逼了，再派这些网军呀、五毛呀、美女呀、明星呀、网红呀，在网上带节奏呀，快买呀！这一次真的是遇上了共产党的调控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这一波热度过去了以后，房价还是会控不住的，还是会蹭蹭蹭的上涨的，房价还是要涨。那你看深圳的房价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有20多万、30多万、40多万一个平方了，这涨了多少倍了？吓死人了！这一次回调就是你们入市的最好时机。那面具人开头也讲到了共产党，他把蓄水池从房价其实已经在慢慢转移到了一个新的领域，那就是房租。但是呢，在房价转化为房租这个转换完成之前，它会极限的把民间的财富人民币真金白银回收上来，最后呢，把这整个房地产的超大型泡沫转化为房租，再一点一点的释放出来，或者是一点一点的消化掉。你可以这么理解把能买房的人逼得他必须买房，把买不起房的人逼得他不买房就活不下去，他肯定会透支自己的极限，拿真金白银去买房。那共产党会趁着这一波的新政策出来导致的震荡的同时，再增加没有房的人这部分人群的生活压力。以后呢，可能你在这些城市，你是否拥有人权，首先要看你是否拥有房权。你有了房，你的各方面的权益都会有一定的侧重，比如孩子上学、找工作之类的，对吧？可是呢，你不买房的话，你的生活成本就会直接和有房的人完全撕裂开来，这就是对比产生差距。而中国人呢，恰恰又非常热衷于攀比，对吧？并且呢，生活在墙内的、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他真的是没得选，韭菜生而被割。面具人，我今天就把话给你们放到这儿了，你听我说的话，你自己去验证。
中国人没得选，共产党他现在就是逼你买房，很多人说买不了，买不了就买不了嘛，对吧？你的生活压力就那样，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你被割，活该你没房。没房的人就是彻彻底底的奴隶阶层。当然了，有房的人他还是被割，就是这么可悲，对吧？你买不了房，你的生活压力大，你要租房子，你的孩子上不了好学校，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本事，你买不了嘛，对吧？又不是别人不让你买。共产党他现在就是，我也是说实话啊，我不是说建议你们买房，但是你们如果说你就是要在国内继续生活下去，继续选择在大陆发展，你不出国，对吧？那你就只有买房和不买房两条归路，并且呢，买房和不买房以后的生活质量差距会拉得很大。而且呢，共产党啊，他现在不是让你贷款买房，你现在想贷款买房，你想做房奴都做不了。你现在不做房奴，那你以后就做租奴，懂了不？房奴还有房子，或者还有可能能当个二房东，但是你做租奴，你啥都没有，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共产党现在正在把那些300-500一个月的城中村的便宜的月租房给全部拆掉，对吧？或者是把这些便宜的租房改造成公租房刷个墙装个空调立刻房租翻几倍，对不对？这样的话，以后那些有房的人他就可以把房子托管给共产党呀。你像之前那个蛋壳公寓被挤爆了，对不？蛋壳公寓会爆，不代表共产党托管的租房市场会爆，对吧？共产党给你托管租房是不可能爆的。然后呢，共产党再出一个什么统一指导价，谁敢租便宜了就弄谁，是不是？那共产党把房租抬高了以后，那些有房的人虽然说也面临着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但是呢，共产党把房租抬起来了呀，对不对？他们跟着共产党租房子，他多少有房租收，有钱赚，对不对？而以后墙内的这些没房的人，他很可能他以后生活中相当大一部分的资金都是用来交房租的，你懂不懂？因为房租已经成为了一个蓄水池了。你算一笔账嘛，假如一个小白领他在城市没有房子租，一个月他本来可以赚8000块钱的工资，可是呢，房租就要交掉4000块，那这是什么概念呢？这种现象在深圳、上海、北京已经是很普遍的了，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上海、北京、深圳的房价泡沫大，所以呢，它需要高房租来消泡沫，懂了不？那假如你是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土著，有房子，你家里面老家住一套，还有一套呢能租出去，对不对就租一套就行了。那你也是白领，你一个月赚8000，并且呢你还能收4000的房租，并且呢你自己住老房子，你还不用花钱。那以后数字货币出来了，全部的数据都是打通的，国家想怎么调控就怎么调控。你赚到的数字你就可能跟这些有房子的人瞬间就把差距给拉大了，对不对？房租租多少钱，工资给你开多少都是党的宏观调控说的算的。如果说国家觉得泡沫大了，那他就可以拿房租来变成蓄水池，懂了没？你们记住了，房子70年只能卖一次，但是房租每个月都要交，甚至有些地方呢，他们是按照每周的交房租。所以把房价变为房租了以后，就等于说把一个70年的蓄水池变成了一周排一次水的超大型的抽水的水泵蓄水池，又能抽水又能蓄水，并且呢还能循环，懂了没？它可以很快的把水放掉，又能蓄水又能抽水。而且呢，房租这个东西它是每个月都要交，甚至是每周都要交，它完全可以灵活调控呀，对吧？
它数字货币键盘一敲，哗，水就放出来了，对吧？然后呢，这边房租哗往上一抬，然后呢又把水给抽回去了，等于说是他白白的把这些人的劳动力给掏出来了，给抽出来了，白套哦。我这边给你敲的数字，让你干活工作赚到了数字，对吧？然后呢，那边也是党啊，我给你开工资的也是我，我抽你钱的也是我。我房租一涨，哎，把你的工资又给抽回来了，懂了不？等于说，那物资也没有变多，钱也没有变多嘛，对吧？物价能平衡，等于说共产党在白玩你们呢，白嫖呢。而且呢，大家再想一下啊，农村以后啊，它会工厂化、农场化，但是这些地方呢，你别想是什么农民来管理啊，都是共产党来管理，并且呢，他要把农村人往城市赶，彻底取消农村户口。你别听他说什么上山下乡，上山下乡是去农地里面，和去城市里面买房住房啊打工没有任何关系，懂了没啊？并且呢，共产党他现在在做什么？他如果说促进别人上山下乡，他为什么要取消宅基地？他为什么要取消农业户口？那这些事情面具人已经报道了很多次了，对吧？啊，为啥？因为你把人高度密集到城市了以后，就方便抽水，就方便炒作，然后呢，就方便有消费市场。那至于农村的这些土地，它可以做工厂，吸引外资，它可以做农场呀，对吧？搞自己的内循环。如果说党觉得有必要，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派国家队、建设局去那里再盖高楼大厦，再盖什么大型的经开区呀、大湾区呀，什么这个区那个区，盖就对了嘛，拿砖垒就对了嘛，一切都看党的需要，对不对？所以说农村的这些土地呀啥的，对共产党来说不重要，共产党他看重的是他的蓄水能力，他的抽水池，知道吗？你在中国，现在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在农村可以搞内循环，搞自动化，他不一定需要大量的工人，知道不？然后呢，这些城市他又搞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共产。你在中国，你买不买房，你都是要被共产，只是说有钱的人买了房了以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买了房的人他的生活能比没买房的人好一些，没买房的人以后他的生活真的就是生不如死，房租会一直涨一直涨，这个房租能涨到什么样子，怎么涨都是根据党的口味来的。那有房的人能好一点，他多少能收一些房租，但是呢，说白了，共产党想要他要割韭菜的时候不管你有房没房，你有房咋了嘛？有房我一个炸弹全部给你推翻了，是不是？哎呀，谁还能打得过党？现实就摆在这里，就是让你看，懂了没？逼你选，你是想当房主还是想当租奴，你自己选。同时呢，再配合爱国主义教育，让你变成小粉红。你变成了小粉红了以后，你就不想出国，你就不会出国。这就等于这个肉臭了烂了也要烂在自己的锅里，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吧？但是呢，不管你买不买房，你都要被共产党割。在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的体制之下，你能做的，你能干的事儿就非常的有限。你说你反抗，你反共，谁敢跟你一起反，对吧？那你反抗不了，对吧？你想跑，你自己首先得有这个思想。那你有了这个思想还不行你周围的同学朋友，甚至你老婆你老公你妈你爸你七大姑八大姨都是小粉红，你的这个亲戚就能把你绑得死死的，就能用亲情孝道把你捆住了。这个什么亲情呀孝道呀，就是一个最好的维稳工具，就能把你洗脑了，就能把你限制住。那你说咋办？那你
只能看清楚现在的局势呀，做出最优的选择，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让自己尽可能的生活的好一些，对不对？这也是生活在墙内的人的悲哀呀。当然了，你想要改变，你首先要认清局势，对吧？大家仔细想一想嘛，人虽然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这个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但是呢，腿在你自己的脚下呀，走到哪里去，活成什么样子，完全是你自己决定的。真相你自己完全都可以看到，事情呢也在一步一步的发展。数字货币不也是每个城市都在不停的放水呢？这几千万那几千万的，那你们要知道，这水放出来了以后，它该怎么去消耗掉这个水呢？怎么去弄一个蓄水池呢？嘿嘿，现在共产党可谓是把房地产这个蓄水池做大了，这个蓄水功能比普通的房地产市场还要大。房租可以无穷无尽的收下去，数字货币呢也可以无穷无尽的印下去，这样呢内循环不就完成了吗？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你们就该想办法了。你们能看清这个现实了以后，大陆不管你是买房还是卖房还是不买房，你的下场就是那样。很清晰的未来就摆在你的面前，共产党也没骗你，但是你能被骗住，你能被这最简单的100万、700万、1000万贷款，这些最简单的摆地摊的骗术把你骗住，那证明你真的是该死，你活该，知道不？聪明人都知道怎么活得更好，所以呢，你们真的是该想办法了。北京呢也开始共产了。北京启动数字王府井冰雪购物节数字人民币红包的预约活动，以预约报名抽签的方式向中签民众发放了5万份，每份金额为200元的人民币，这是数字人民币啊，共计有1000万元的数字人民币的红包。共产党他现在故意混淆这个概念了，他新闻已经不说数字人民币了，他直接说人民币，但是呢这是数字人民币啊。美其名曰拉动当地内需，鼓励就地过年。其实这个发数字人民币就和美国的什么纾困金是一个概念，是无中生有的钱，就是印钱，懂了没？只不过共产党把它进了一步啊，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推数字货币啊。那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指出，7日就是7号的时候开启民众预约以后，10号的晚间9点呢，他会公布所有的中签结果。用户中签以后，可以根据活动规则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并且开设个人数位钱包领取红包。消费场景包括线上线下指定的商户线上可以在京东、惊喜还有这些网购平台只要是他指定的都能买东西。然后呢，线下呢就是数字货币改造过的线下商店。值得注意的就是个人数位钱包能开立的原来是只有工农中建交邮储6家，但是呢这一次北京的数字人民币红包的领取无需使用绑定，也就是说随便哪个银行都能用。那等于说除了这6大行，其他的银行也可以用数字货币了。而且呢大家想想面具人我早在7、8个月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共产党他一定会在过年的这段期间大力的搞什么新年红包呀，推数字货币呀我敢肯定，观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拿手机多翻翻网页观察一下，绝对不止北京一个城市在搞。爆出来的没爆出来的，面具人我作为前文宣我对这太了解了还有很多地方没爆出来呢，也在搞数字货币，那到处都在印钱，知道吗？只不过为什么领头的要报道深圳、上海、江苏这些地方呢？为啥？这些地方资金流动快呀你在这些地方印钱搞数字货币，键盘一敲渗透效果好呀，对不对？好了，
至于大家有什么财产转移呀、出国等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加我的 LINE 号，或者是给我发邮件啊。节目里面我不能打广告，并且呢有些地方是灰色地带啊，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说。还有呢，在这里我说一下啊，面具人我的时间有限啊，每天100-200个人给我发邮件，我不可能说是每一个人我的天呀，200个人我就算我回一半啊，回100个人，每个人用半个小时和他聊天，半个小时30分钟乘以100是多少？3000分钟，那我一天的时间也不够呀，对不对？大家体谅一下啊，如果没有及时回复，那也没办法啊，那你就多给我发几个邮件就行了，拜拜。